大家好，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。夏天的开的石斛兰，其实除了上次我们介绍在原子那一类之外呢，在我这边也开了哈。那我这边其实这一类品种叫重纯石斛哈，以前有时候有人会常念成，像我有时候常念成重纯哈。那重纯的意思是它有两个纯哈，它有两个纯。那这个是白花的个体哈，白花的个体是什么？就是它完全是白花，我们叫阿诺巴的个体哈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棵，其实我养了非常的久哈，从去年前年好像前年就开始养哈。其实听说这一棵还有得过奖哈，这一棵的个体的还有得过奖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哈，其实在它的在它的板子上已经种非常久哈，今年长得非常的不错哈，非常不错。不过它相对而言，它反而是里头最晚开的个体哈。重纯石斛在我那里大概有3个品系哈，3到4个品系，那它是最晚开的，最早开的其实在现在是7月对不对哈？最早开在5月多就开了哈，然后6月多开一些，然后7月开一些哈。你看这一个哈，所以这个是白花型的个体，完全是白的哈。你可以看它的花型，跟花色完全是白的哈。那这种重纯石斛呢，它带有微微的香气哈，它不是没有香味的石斛兰哈，它是带有香气的石斛兰。那它都会在节间开花，你可以看它的节间哈，在这里哈，节间在这里，我看它节间是都是它的花哈。那它呢，其实不太需要浸水哈，不太需要浸水，基本上呢，它会乖乖的掉叶哈，乖乖掉叶，然后乖乖的开花，每年的旧梗就会来花哈，每年的旧梗就会来花。那说真的，它还蛮有白白飘逸的感觉哈。那它呢，其实它原产就是中国南方，一直延伸到越南跟泰国一方哈。那这种花型哈，你只要看到这种尖型的花型，应该都是泰国产的哈，应该都是泰国产。中国产的跟越南产的会比较圆一些哈，你会发现中国产的它的个体是圆圆的哈，花整个都是圆滚滚的哈，就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哈。那这种尖的哈，上下唇都是尖的，就是泰国产的个体哈。好，那其实呢，这个黑黑的，我们看到它那个结晶上面有黑黑的，这个是得病的关系啦哈。那这个就是他们叫灰霉病，然后灰霉病会造成它上面变成黑黑的，然后会长得我觉得它的鞘翅会硬化掉哈，上面那个硬化掉，所以要喷药哈。如果你有得的话，就是要喷药。那其实你看它旧枝都会开哦，这个是这2个，你看右边有一个旧枝对不对？左边有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还有哈，先来看一下这边哈，这边还有一个旧枝哈，它上面都是花哈，所以它是旧枝就会开花哈。然后我基本上是给它一个接近到全日照的环境哈，连遮阴都没有哈，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忍受强光型的物种哦，可以想象，然后长度有点长哦，从底端到上面大概有30公分到40公分左右的长度。那其实我以前还真的很喜欢重纯哈，因为它我觉得非常有质感哈，非常有质感。而且第一个在夏天开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它的开的花，如果你种得好的话，如果你开花肥，像我没什么在下开花肥哈，所以它没有开得很满。有些可以下开花肥的，它可以长得乱七八糟，非常的夸张，很多哈。那但是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个体，那之前没有留下来一些哦，所以蛮麻烦，之前都没有喷药，后来呢就会容易死掉，它容易从茎的底部黑掉哦，茎的底部黑掉，有点像得病一样哦，就是茎的底部开始黑掉，然后就长高芽哈，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状况，这个也是它可能它的。不知道是个体上还是它的基因上容易出现的问题哈，其实我遇过还蛮多次的哈，就是它整个基部是黑掉的哈。不过呢，它是夏天产的一种石斛兰哈，难得在夏天有开，而且开的是白花哈，所以感觉就是很凉爽的状况下，那它种植很简单哈，给它强光哈，然后给它一个木板哈，让它攀在上面。当然你要用水草种也可以，不过水草真的。如果你的透气环境没有这么好的话，很容易得病。我之前在重纯都是用最早进来，因为跟人家买的哈，一定都是种粗料或者是种水草，那很容易从下面的地方黑掉哈，然后就得病哈。那后来上板以后就比较不会产生这个现象了哈，那比较不会出问题哈，所以看它每年的新芽会越来越多。当它新芽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明年就会开越多花哈，就是它的个体就是这样子，旧枝开花哈。所以它的旧枝绝对不能剪哈，绝对不能剪所以石斛兰就分成旧枝可以剪的，旧枝不能剪的哈。那它完全是往上涨的一种程度哈。这种旧枝你要剪的哈，明年就没有花哈，明年就没有花。那它其实它旧枝这个比较有趣的是，它
好像我记得它不是只有单年的旧枝会开花，它好像在前年旧枝还是会来花哦，所以就是旧枝的旧枝还会来花。你们看下面这一个，我们看下面这个，在前面这个地方哈，应该在下面一点点哈，在这里，好，这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也有花哈，你仔细看这个地方也有花哈，在这边的对，这个角度对啊，我把光线打亮一点点哈，你可以看。这个地方也有产生花的地方哈，这个是前年的枝条哈，前年的枝条，所以它比较有趣的是它的旧枝的旧枝哈，就不是去年的枝条，它有可能会来花哈，跟很多的品种不太一样哈，跟很多品种不太一样，有些那种旧枝往年的旧枝，隔2-3年的旧枝就不来花了啊，看在像这种重存啊，它的旧枝就还会来花哈，所以是蛮有趣的，是跟平它不太一样哈，哇，它就是一种夏天看起来非常白色的，像它有粉红色系列的哈，还有半白系列的，还有白花红心的，就是只有白花哦，那中间是红色的一点心哈，那个其实那个个体我也觉得不错看，这个是完全白色的哈，这个我们就称为Anuba 哈 ALBA 哈，完全是白化的个体。那这个其实我记得啦，记得有拿过去比赛过哈，拿过去比赛过，还是拿去送评审分数过哈，所以我也忘掉了哈。反正这个那时候跟人家买高芽的哈，从高芽种到现在，大概种3-4年的时间哈，3-4年的时间。好，那其实非常好种哦，就摆在外面，然后上个板，然后浇肥，有时候浇水，然后重点是太阳光哈，它很喜欢太阳光。你可以在完全没有遮阴的环境下种植哦，你就知道它耐光性有多高哦，耐光性多高，所以它是一种适合强光型的物种哦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光线够哦，你可以挑战看看，非常容易种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是钩唇哈，钩唇是向下长的哈，这个是向下长，你看它的那个枝条都往上长，有没有看它全部都往上长，对不对？好，全部都往上长。然后呢，钩唇就是向下长的，所以向下长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，它会往下垂下来哈。那重唇就是往上哦，所以两种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东西哈。那钩状的话，它会有特殊的味道哈，像巧克力香哈，巧克力香就完全不一样。那这个是淡淡的微香哈，淡淡的微香。每朵花大概的时间大概就是3-5天1个礼拜哈，但是它就是会夏天会开哈。那有时候冬天会开错时间哈，像我上次去年有时候我的重唇就有开错时间。那重唇有分成长跟短的，好像这个就长枝条型的，大概开枝条可以到30-40公分以上，还有短枝条的20-30公分。我甚至以前最早的时候，现在应该找不太到了。以前有缅甸型的个体，它的枝条只有5公分、10公分哈。然后那一类型的大概现在应该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就不晓得没有喷药嘛，就死掉了哈。那时候就不是那么会种植哈，那10年前左右的时间，那时候就死掉了哈，那后来就找不太到了哈。啊，以前有放在原子，然后也被冲走了哈，对，非常的麻烦哈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就是重唇石斛哈，一种原生兰的石斛，而且我觉得非常好种，微香，然后比较冷门一些，喜欢它的人不多。那但是它的价格又很便宜哈，就是相对而言它价格又很便宜，那很奇怪哈，大家喜欢种人不多哈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